生活中很多人喜欢吃生冷食物，再加上不爱运动，会导致体内湿气加重。中医认为湿气重是百病之源，所以要注意调理才行。那该怎么祛湿呢？可以试试下面这个动作。首先自然站立，身体放松，可以一只手扶住墙壁，然后呢抬起左脚，用左脚的脚背踢打右腿的小腿肚，力度适中，这样左右踢腿100下。因为在我们小腿肚这里有个承山穴，承山穴是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穴位，这样刺激承山穴能调理经络，健脾祛湿，对去除体内湿气有帮助。湿气重的人可以试试看。对于体内有湿气的人，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可以配合的用冬瓜荷叶泡水喝。冬瓜荷叶呢都是常见的蔬菜，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冬瓜荷叶中含有的成分有利尿消肿、加快湿气排出的作用。每天喝1杯冬瓜荷叶水，不仅可以去除体内湿气，还有减肥瘦身的功效。洗头发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那么对于洗完头发后，是应该吹干还是自然干呢？到底哪个才好呢？首先我们说用电吹风吹干。很多人喜欢用电吹风吹干头发，但是如果电吹风温度过高，这样很容易给头发造成伤害，使头发干枯分叉，甚至脱发。而自然干的话，我们的头发是湿的，这时头发的血液循环也减慢，如果不赶快弄干的话，很容易着凉，引起头痛或者是感冒，而且总湿着头发也容易使人脱发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？建议大家洗完头后，可以先用毛巾吸一下头发的水分，然后用电吹风调到不是很热的温度，距离头发远一点，然后再吹头发。还有大家不要总对着一个地方吹，把头发吹到8分干的时候，再用冷风吹一遍，这样方法会更健康一些。很多人白发脱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，所以平时要勤于锻炼，还可以多吃一些养肾食物，比如黑枸杞、蒲公英根等，对改善白发脱发有帮助。洗澡的时候肯定都有搓澡的习惯，而搓澡时身上会搓下一些泥，你知道这些泥是什么吗？其实这些泥主要是油脂、皮屑、衣服纤维、汗以及灰尘。大家搓澡的时候尽量不要太频繁或者是太用力，不然会损伤皮肤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除了这个，冬天洗澡还要牢记2件事。第一个，不要洗澡太久。冬天天气冷，通常浴室的门窗都是关着的，如果洗澡太久，很容易导致缺氧，出现浑身无力、头晕的情况，所以大约洗个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。第二个，要擦干身体。很多人洗完澡喜欢让身体自然干，因为冬天比较冷，这样很容易让寒气和湿气入侵身体，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洗完澡要擦干身体才行哦。如果体内有湿气，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豆薏米茶和陈皮水，有助去湿气。生姜相信家家户户都有，生姜不只是简单的调味品，生姜对身体也大有好处。生姜中含有姜辣素，经常吃有祛湿散寒、保护肠胃、增强免疫力的作用。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，如果在3伏天前用生姜搭配贻物泡水喝，或能够帮你赶走身体的小病小痛哦。可以和红枣搭配。红枣是一种很有营养的食物，红枣有天然维生素丸的美称，具有补中益气、养血安神的功效。因为夏天天气比较热，所以很多人喜欢喝凉饮料，吃凉的东西，或者开空调，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体内湿气重，阳气流失。这时就可以喝1杯姜枣茶，能帮助健脾养胃、生阳散寒、去除湿寒，一直坚持喝到3伏天，能够帮你扫除体内的病气，让身体更健康哦。大家要注意的是，生姜最好不要去掉外面的皮，这样不容易上火。还有喝姜枣茶的时间最好是上午，这样效果会更好。很多中老年人都有高血脂的困扰，大家知道一旦血脂高就要多控制饮食，少吃胆固醇高的食物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用桑叶泡水喝，有很好的降血脂的功效。夏天桑叶随处可见，在大家眼里，虽然桑叶看起来很普通，但其实桑叶有很重要的药用价值。
桑叶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和桑叶多糖等成分，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性，能够降低血液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的含量，不仅可以帮助降低血脂，还有很好的疏通血管、软化血管的作用。所以经常用桑叶泡水喝，能够帮助预防和改善高血脂，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血脂高的人平时还要多注意加强体育锻炼，避免吃油腻食物。可以呢多吃一些蔬菜水果，这样对稳定血脂有帮助。也是体内湿气容易加重的时候，同时也是祛湿的好时机。很多人体内湿气重是因为脾虚，所以想要祛湿，首先要健脾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就是踮脚尖儿，先保持站立的姿势，两脚稍微分开，然后踮起我们的脚后跟，坚持一会儿，脚跟再快速落下，可以睡觉前做5分钟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还能够刺激腿后面的承山穴，拉伸脾经和膀胱经，有非常好的健脾祛湿的功效，并且还能够缓解疲劳，对改善睡眠也有一定的帮助。体内湿气重的人，食疗方法也非常的重要，可以经常吃一些祛湿的食物，比如红豆、薏米、山药、燕麦等等，还有少吃生冷的食物，最好每天坚持运动，这样能够达到健脾祛湿的目的，让身体更加轻松。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，但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同龄人，有的人看起来比较年轻，有的人却老得很快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是什么决定了衰老速度呢？首先，可能和饮食习惯有关，每个人的饮食习惯都是不一样的。如果呢，你总是吃重口味、油腻的食物，或者饮食不规律，那么就会让你衰老加速。相反，若是你饮食清淡，经常吃蔬菜水果，这样营养均衡，或者呢，多用玫瑰花、蜂蜜、柠檬片泡水喝，不仅会让你看起来年轻，或许对长寿也有帮助哦。其次就是生活习惯了，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你有良好的生活习惯，不抽烟喝酒，经常运动，作息规律，那么人也会显得年轻，衰老的呢也会比较慢。但是相反，就会加速人衰老了。最后就是心态问题，心态也会影响衰老速度。每天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心态，这样身体也会年轻起来。但如果你每天发脾气，心态不好，那么长时间久坐不动、运动过量，这些都是很伤膝盖的。我们的双腿非常重要，所以要好好的进行养护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呢保护好膝盖。首先在地上铺个垫子，然后坐在上面，双腿伸直并拢，将双手放在身体两侧，身体呢也稍微的往后倾一点。这时腰背要保持挺直，腹部收紧，然后两个脚的脚后跟贴在一起，让脚尖相互的敲打，每次敲打3到5分钟即可，可以早中晚都敲打一次。这个动作能够促进腿部血液循环，增强腿部力量，有很好的强健关节、保护膝盖的作用。经常做一做，对延缓膝盖衰老也有帮助。膝盖不好的人，平时要多注意锻炼，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，还有注意膝盖保暖，没事喝点活血茶饮，比如玫瑰花茶、山楂干等，对维护膝盖健康有好处哦。好啦，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分享，可以关注我，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下方留言哦，拜拜。